时年39岁的约翰产生了自己将会被害的预感，并且坚信凶手会抹掉证据，逃脱法律制裁。Told me that he wanted to send me $10,000 to hold to investigate his murder because he was convinced that he was going to be killed and that his murder would be covered up. 事实证明，约翰的预感相当准确。在与律师交谈完后事的短短数周后，他就被发现死在了家里。I saw John laying right there. His clothing was drenched in blood. You could see the bloody footprints that went through the hallway and out the back door. 那么，约翰为何会预感自己将要遭遇不测，又为何明知危险却不肯寻求警方的帮助？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布莱尔斯维尔。该地区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西南部，靠近阿勒格尼山脉，常住人口大约3200人，是印第安纳县的一个自治城镇。主人公约翰出生于1967年2月20日，他是宾州本地人，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牙医工作，性格低调内敛，乐于帮助他人，在朋友圈中拥有相当不错的口碑。1997年，时年30岁的约翰迎娶了交往仅2个月的女朋友，一位名叫米歇尔的单身母亲。两人之所以如此快速结婚，主要是因为米歇尔看中了约翰的经济条件，同时约翰也非常喜欢米歇尔的2个孩子，因为他自幼失去了父亲，渴望通过成为父亲弥补自己童年的情感空缺。这对在单亲家庭长大的约翰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She was the girl that would go out to the bars in a bathing suit with beer samples and things like that. I think that had its own sort of appeal to John. She also had children from a previous marriage, and that appealed to John as well, because John did not have children of his own, and so h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an instant family, and I think that appealed to him very much. 当然，约翰也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孩子，但由于米歇尔早年做过绝育手术，所以这个想法并未实现。最终他们收养了一名来自俄罗斯的男婴，取名为 JJ。 结婚6年里，约翰与米歇尔一直生活在布莱尔斯维尔。最初他们的感情非常不错，约翰不仅满足了米歇尔的物质需求，还将他设为了保险受益人和遗产的主要继承者。但是他们的性格存在很大差异。约翰属于比较守旧的一类人，性格低调，排斥新鲜事物，甚至没有使用过手机。而米歇尔则截然相反，他的性格较为张扬，喜欢通过高消费和奢侈品来展现自己的优越生活，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同和羡慕。总的来说，约翰与米歇尔在各个方面都有些不太合拍，尤其是蜜月期结束，生活归于平淡后，两人的矛盾开始逐渐显现。最开始，米歇尔因为嫌弃约翰，将约翰赶到了地下室，后来又因为长时间分床，他们各自发生了出轨行为。最终在2003年6月，两人的婚姻彻底破裂。米歇尔在新男友的支持下向约翰提出了离婚。接下来的3年里，约翰的生活一直不太安宁，除了需要面对繁琐的离婚，他还因为过于大方陷入了借款纠纷，也就是借给朋友的钱无法按时收回。正是因为这一系列原因，约翰产生了自己将会被害的预感，并且坚信凶手会抹掉证据，逃脱法律制裁。Told me that he wanted to send me $10,000 to hold to investigate his murder because he was convinced that he was going to be killed and that his murder would be covered up and that the evidence would be buried along with him and that it would go unsolved. 事实证明，约翰的预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事实做出的判断。不过遗憾的是，尽管他做足了应对危机的准备，但仍未摆脱被害的命运。在与律师交谈后的短短数周，悲剧发生了。2006年4月13日下午3点15分，住在约翰隔壁的9岁男孩扎卡里来到了约翰的住所。原本他是想找约翰的儿子 JJ 一起玩耍，但没想到约翰家已经成为案发现场。只见约翰家门口遍布血迹，门框上的玻璃遭到了破坏，靠近走廊的地面有几个带血的鞋印，而约翰则倒在了不远处的沙发旁边。
他的脖子上有一道开放性的伤口，衣服已经被鲜血渗透，显然已经失去生命体征。见到如此血腥的场景，扎卡里吓得急忙跑回家，叫来了哥哥和爷爷。随后他的爷爷拨打了报警电话。接到报警后，警方迅速抵达现场。经检查，约翰死于失血过多，死亡时间已经超过10个小时。他的伤势极为严重，头部几乎与身体分离，颈部遍布刀伤和嵌入的碎玻璃，明显存在虐杀的迹象。经过进一步检查，警方发现了大量与凶手有关的证据，其中最主要的是凶手遗留的鞋印和残留在约翰指甲中的皮肤碎屑。除此之外，现场还有一份尚未签署的离婚协议，以及一张来自约翰邻居梅丽莎的还款支票。这一系列发现不仅为后续确定凶手身份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引出了本案的第一位嫌犯，他就是欠款人梅丽莎的丈夫，发现尸体的9岁男孩扎卡里的父亲汤姆。警方之所以怀疑汤姆，主要是因为约翰与梅丽莎存在不清不楚的关系，汤姆作为梅丽莎的丈夫具有很大的作案嫌疑。此外，还有几位邻居作证说，他们在案发期间听到约翰与一名男子争论过还款的事情，这也与汤姆产生了关联。因为现场有一张来自他妻子的还款支票，且还款金额与借款金额少了1000美元。不过，汤姆和梅丽莎坚决否认与本案有关。按照梅丽莎的说法，她与约翰只是关系要好的朋友，并非所谓的情人。而汤姆则坚称案发期间从未找过约翰，欠款少了1000美元，只是因为经济紧张，打算分期付款。然而，警方并不相信两人的说法，仍然将汤姆视为最大的嫌犯。接下来的1个多月，汤姆经常会被带走审问，而梅丽莎也因为周围人的风言风语，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为了尽快恢复正常生活，也为了帮助丈夫洗脱嫌疑，梅丽莎找到了一对名叫苏珊和吉恩的通灵姐妹，打算通过非常规的手段查明到底是谁杀死了约翰。Melissa just kind of casually said, "Well, who do you think killed my neighbor?" And all of a sudden, immediately, the spirit guides just screamed out, "Law enforcement." As I was going to the backyard, I was feeling a very strong pull that the person who had done this to John had parked in the back. I had a vision of a maroonish, reddish SUV stalking John Yelenick's house. I was immediately pulled to the dining room, and I looked right down, and I said, whatever happened, happened right here. The energy was very heavy and thick. I was seeing stab wounds. I had seen his neck like jagged and then a straight line. I also felt a lot of blood pooling and pooling around my feet. John's spirit had drawn me to a shoe print, and as I put my hand over it, I started seeing a person with red hair, someone with light eyes, fair complexion, freckles, and I had a flash of a badge. John saying, "He killed me." 根据灵媒苏珊和吉恩的说法，杀害约翰的凶手是一名警察，拥有红色头发、浅色眼睛，身材中等，皮肤白皙。这些特征让梅丽莎想起了约翰妻子的男朋友，宾州州警局的调查警探凯文。于是梅丽莎赶忙联系了负责本案的警探珍妮尔。珍妮尔最初并不相信灵媒的说法，更不相信凶手是一名执法人员。直到后来，他们排除了汤姆的作案嫌疑，准备调查案发现场的离婚协议时，灵媒提供的线索这才引起重视。案发2个月后，警探珍妮尔怀着半信半疑的态度找到了自称具有通灵能力的苏珊和吉恩。 They gave me information about a reddish colored SUV. I was taken aback. Kevin Foley drives a maroon colored SUV type vehicle. As we were walking through the kitchen, John's spirit yelled out and sai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footprints." It appeared to me that it was an expensive running shoe, and also I could tell the size. It was like maybe a size 10. There's no way they could have known that. Even if they got a tape measure, there's no way they could have known it because it was faded by that. 这次见面给警探珍妮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苏珊和吉恩描述了许多警方尚未公开的细节，尤其提到了鞋印是破案的关键，还有约翰指甲缝中残留的皮肤碎屑，这进一步加深了线索的可信程度。正因如此，凯文成为了本案的下一位嫌犯。
调查的第一步自然是找到凯文询问相关情况。不过由于珍妮尔只是地方警局的调查警探，而凯文则是更高一级的州警探，两人的职位有点类似上下级，所以凯文在接受问话时表现得非常傲慢，既没有说明事发期间的去向，也没有提供自己的 DNA， 问话工作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此外，本案还有另一个难点，也就是当地警局没有能力检测约翰指甲中的皮肤碎屑，只能将证据样本送到州警局进行检测。原本这并不是问题，但由于凯文就在州警局工作，而且他本人还是专门负责刑事案件的调查警探，所以警方有些不放心将物证交给州警局，担心凯文利用人脉关系干预物证检测，甚至毁掉证据。鉴于上述原因，警方调整调查方向，首先了解了约翰与米歇尔的离婚情况。因为离婚通常牵扯财产分割和孩子抚养权的问题，这些都是常见的犯罪动机。警方希望通过调查两人的离婚，寻找凯文的犯罪证据，同时也想弄清米歇尔是否与本案存在关系。于是警方找到了约翰的离婚律师艾菲。根据艾菲所说，约翰与米歇尔的离婚主要经历了2个阶段。首先是离婚律师介入之前，约翰为了让米歇尔共享儿子的监护权，答应了许多不利的条件，例如将自己超过1半的财产分给米歇尔，并且每月支付米歇尔2500美元的赡养费。原本约翰的想法是牺牲个人利益换取和平离婚，因为他不想让儿子受到离婚影响，也不想与米歇尔的关系闹僵。但后来由于米歇尔不愿遵守之前同意的抚养权约定，这导致约翰改变想法，最终决定通过律师解决两人的离婚。She had her attorney call me, that didn't work. She had other people talk to John, that didn't work. But she knew what had been fail-proof in the past. When she called John and asked for money, he always gave it to her. Well, he held his ground at my advice. 由于约翰听取了艾菲的建议，不再支付每月2500美元的赡养费，这让米歇尔产生了很大不满。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米歇尔通过诬告约翰猥亵儿子 JJ， 指使男友凯文上门恐吓等方式对约翰进行了打击报复。正是因为这些原因，约翰产生了自己将会被害的预感。考虑到凯文的职业背景，约翰并不相信警方能为他提供帮助，同时也很担心自己遇害后警方不会全力侦办，所以无奈之下，约翰找到了律师艾菲，这也是他决定留给艾菲1万美元作为调查自己谋杀案经费的主要原因。艾菲的证词让警方确定了凯文的犯罪动机，也就是帮助女友米歇尔获取最大的离婚利益。经过进一步调查，警方很快找到了相关证据。首先，凶手留在现场的鞋印来自亚瑟士品牌的限量款运动鞋。由于该款鞋子在当地并不多见，警方很快通过经销商提供的销售记录，确定了凯文有一双与凶手相同款式的鞋子。其次，警方从约翰家附近的监控中发现了凯文的汽车，时间就在约翰邻居听到尖叫后不久。由于这条线路并不是凯文回家的必经路，加上他出现的时间也与案发时间高度相符，所以这段监控也就成为了证明凯文去过案发现场的间接证据。除此之外，警方还找到了2位证人，其中凯文的同事作证说，凯文在案发前曾多次提到过女友米歇尔和约翰的离婚事宜，并且他还用开玩笑的方式表达过准备杀死约翰的想法。此外，警方在事发后曾派警员去过凯文家通知约翰被害的消息，因为约翰与凯文的女友米歇尔还未走完离婚流程，两人在法律上仍然是夫妻。根据前去通知的警员回忆，当时他看到凯文额头上有一道类似抓伤的痕迹，但由于凯文解释说他与米歇尔发生了争吵，所以警员并未在意，也没有将此事告诉负责本案的警探珍妮尔。调查进行到这里，案件的真相已经清晰明了。很明显，杀害约翰的凶手就是凯文，而策划这一切的主谋则是米歇尔。两人的犯罪动机主要是为了获取最大的离婚利益，共同享受这部分利益。通常来说，警方凭借上述证据就能对凯文采取强制措施，只需要再完成最重要的 DNA 比对，本案就可以得到解决。然而，实际情况并非那么简单。
由于凯文的职业背景和强大的人脉关系，警方在接下来的调查中遇到了来自地方检察官鲍勃的压力。鲍勃不想让珍妮尔警探继续调查凯文，甚至直接拒绝了强制采集凯文 DNA 的法律申请。I don't know his reasoning behind it. I never asked. Did you push back at all? No. He was a district attorney. He was there for years. He knew. Hopefully, he knew what he was doing. Did you feel like that it was wrong? Yes. 珍妮尔警探说的比较委婉，实际上检察官鲍勃就是在袒护凯文，而且也有证据表明鲍勃与凯文私交甚好，两人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不过即便如此，珍妮尔警探还是听取了鲍勃的建议，没有继续调查凯文，原因大概是出于个人的职业发展考虑。接下来的1年里，虽然警方停止了本案的调查，但约翰的家属却从未放弃伸张正义。尤其是约翰的表妹玛丽，她通过各种方式联系上了宾夕法尼亚州总检察长托尼，并顺利说服托尼接手了本案。正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自从托尼接手后，之前所有的问题都不再是问题。约翰指甲缝中的皮肤碎屑很快得到检测，而凯文的 DNA 也被强制采集，最终的比对结果表明，凯文就是杀害约翰的凶手。值得一提的是，凯文在被逮捕后，之前阻碍调查的地方检察官鲍勃很快改变了态度。在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他称赞本案的侦破工作是警方合作精神和永不放弃的体现。这种前后不一的态度实在让人感到唏嘘。 It is a testament of how well they worked together and never had a give-up attitude that has caused this case to be resolved as it has been today. It was obviously a very dark and disturbing day for the Pennsylvania State. 至于本案的另一位嫌犯米歇尔，虽然警方非常怀疑他，认为他是策划这一切的主谋，但由于并未找到相关证据，且凯文从未承认罪行，无法通过他指控米歇尔，所以警方最终放弃了追究米歇尔的责任。2009年3月，案发3年后，本案开庭审理，最终凯文因1级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He was the most wonderful person in the world. He died the most horrible death. And tonight, this is his night. We love you, John, and we miss you. We're never forgetting. 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